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从今年4月份开始，很多机场和 VPN 都相继失效了。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关部门约谈了3大运营商，要求他们从严管理境外流量。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我们国内很多的中转机场几乎全军覆没，全部失效了。这 VPN 的话也受到牵连。那很多在大陆地区的用户们都没有办法进行访问 Google 或者 YouTube 了，甚至于一些 YouTube 博主们在上传视频的时候，经常出现卡顿、延迟高。这一次的话，情况非常的严重。但是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款机场，它的特点的话就是能够先试用再付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先试用1个月，如果说觉得好的话可以购买，不好的话可以不用购买。重点是这个机场的话，在大陆地区使用，不仅延迟低，而且非常的稳定，采用的话也是歇斯底里2的类型。但是这个机场的话，注册的过程和使用的过程的话，和普通的机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说你自行注册的话，很容易出现被拒绝的情况。那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一步一步进行操作，我们来注册这个机场。好，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机场的网址。那相关网址的话，我会放在说明栏下方，或者说放在评论区置顶条的。那打开之后的话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注册。我们点击右上方的注册按钮。进来之后的话，它这里的注册方式的话和其他机场是不一样的。首先第一个账户类型，我们选择个人生活，然后名字、姓氏、地址，包括州、乡村的话，要都是真实的。那我们如何获取呢？首先我们来到 Google， 然后搜索一个澳大利亚的生成器。那这边的话，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呢？主要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机场节点的话属于澳大利亚的。如果说你属于美国的话，你就搜索美国的地址生成器；如果你属于日本的话，你就搜索日本的地址生成器。我这边的话属于澳大利亚的，然后搜索好之后的话，我们打开地址生成器，把它的名称复制一下，姓氏也复制一下，电子邮箱地址这个的话就是用我们的地址，密码的话我们设置一个密码就可以了。地址这里同样的，我们返回这里进行复制。城市我们也复制一个，邮编也复制一下。那这边的州和乡村的话，就是我们 IP 显示哪个，它就是哪个的，一般情况下是保持不动的。那整个注册的话，就是要信息，我们要去生成一份，然后复制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的节点是在澳大利亚的，但是你的地址和信息的话是在美国的，那我们提交的时候的话就会申请不通过的。所以说要保持姓氏地址的话，要去生成一个和你 IP 地址对应的国家才是正确的。然后我们勾选一下，点击提交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要点击发送验证码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验证码出来了，点击复制一下，捏贴一下，验证下面的邮箱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注册成功了。注册成功之后的话，我们先保持这个页面不要动，重新打开一个标签页，捏贴刚才的地址，接着我们直接往下面看，
这边的话有一个定价方案，比如说是1欧元、2欧元、3欧元、4欧元。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先试用一下，整个试用的过程的话是免费的，为期1个月。如果说你试用之后觉得好的话，可以进行购买；试用之后如果不好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购买，相当于免费使用1个月了。我们点击这边的开始按钮，进入之后的话，如果说你只是想要试用一下，不想要付费，好，没关系。这边的1、2、3、4、5、6个步骤的话，你都不要动，直接选择下面的次序按钮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金额是否为0欧元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，也是没有关系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直接把那个速度调高一点，调成100M。那免费的话就是50M，2个设备使用，还有是没有座位席位的，速度的话是较低的哈。我们直接点击下面的次序按钮，就是0元的。进入之后，我们直接往下拉，勾选条款，点击结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订单号已经出现了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的左边有一个服务选项，我们点击下面的刚刚创建的项目，在云连接下面的话有一个刚刚创建的我们的节点，然后我们直接往右边看，这边有一个箭头的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访问控制选择一下，把这个进行关闭掉，它会自动保存的。关闭掉之后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节点按钮，我们点击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看到了配置地址了，我们直接选择复制，然后用我们的科学上网软件，我这边的话使用 VisualReader， 我们打开一下，然后捏贴一下，点击确定，更新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出来了5个节点，采用的都是 CS6.2 的类型的。我们 Ctrl+A 全选 ，Ctrl+2 测试一下延迟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延迟的话都是2位数的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在中国大陆地区，现如今的话都是高压状态下能够出现2位数的延迟，已经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随机选择一个右击，设为活动，检查一下下方的代理是否开启，设置为自动配置代理。然后我们打开网页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使用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是没问题的，可以使用的。我们打开 AI 看一下，能不能打开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看一下 YouTube 有没有问题？好 ，YouTube 有没有问题？顺带我们测试一下 4K 速度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跑到45万、47万、50万左右。那我们刚才设置的套餐是免费套餐，所以说的话，最高速度只有50M， 但是它依然能够流畅的观看 4K。我们把画质调整为 4K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，93、88万、8万7、9万3。8万8、8万5，还是非常不错的表现的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回到这个页面，很多小伙伴就会问，刚才创建的地址的话是在香港的，那能不能更换为日本啊、美国等其他地区呢？
答案是可以的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地区迁移，点击右边的地区迁移按钮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5个地方可以选的。刚才我们默认的是香港，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切换成日本的，我们就选择日本。当然韩国、台湾、美国都是可以的，我就选择日本，点击下方的迁移地区，点击确定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迁移成功了。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这边的节点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网页打不开了，那是因为我们迁移了之后的话，之前的订阅都会失效了。也就是说，这5个香港的节点的话已经失效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用之前的机场先设为活动，然后再刷新一下。打开之后，我们点击节点，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节点名称这里有5个日本的节点，同样的我们可以复制就可以使用了，或者说直接复制这里的订阅地址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打开 Victory， 点击加号，随便写个名称，粘贴一下，点击确定。选中这个列表之后，我们再更新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出来5个是日本的，我们选择其中一个设为活动。同样的，检查一下下面是否为开启代理。我们再打开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是可以使用的。那它这个节点迁移的话，你迁移成日本之后的话，之前的国家节点，比如说是香港的，你就没有办法使用了。它这个节点迁移的话，一般情况下只能操作3次，操作第4次的时候的话，要等待15分钟之后才能够迁移。这点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的。那随着中转机场的覆灭，基本上现在能够使用的机场的话也是非常少的。像这一款机场的话，应该来说的话非常有优势，重点是能够免费1个月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全有时间体验到它的稳定性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为止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